塔克拉玛干沙漠是我国最大的沙漠，它被称之为生命禁区。从古至今呢，这片沙漠吞噬了无数的东西。1300年前，玄奘西行取经，就曾在这里被困了5天，险些丧命。如今呢，许多探险队仍然试图征服这片沙漠，但大多数呢都以失败而告终。因为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它不是普通的沙漠，是世界上第2大流动性沙漠。不过呢，尽管称之为死亡之海，但是如今呢，这个沙漠里面已经有了好几条沙漠公路，使得之前的沙漠无人区变成了通途，就是我们常说的沙海变通途。上个视频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些沙漠公路，我自己呢也自驾在这个沙漠途中行驶了几百公里，看到的是沙漠还是沙漠。不过呢，当我行驶了差不多300公里的时候，见到了令人惊讶的一幕，看到了一座城镇。第一反应感觉是看见了海市蜃楼，仔细一看真的是在沙漠中的一个城市，也是沙漠中唯一的城镇塔中镇。在周边几百公里就只有这一个城市存在。众所周知，人们生活基本上是集中在有水源的地方，戈壁滩和沙漠里面基本是没有人居住的，最多是在外围稍微有零散的人在此生活，沙漠腹地绝无可能。但是呢，在这样一个除了黄沙之外几乎别无他物的沙漠腹地，却存在着一个约2万人口的城镇。这个小镇就是在塔克拉玛干的中心地带，也可以称之为是腹地，也是沙漠中唯一的一个城镇。同时呢，它也是沙漠中的交通枢纽，因为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现在是有好几条沙漠公路，这个小镇呢刚好是交汇点。既然是交通枢纽，这个小镇呢也承担了我们常遇到的服务区和补给站的功能。这个城镇比较年轻，它成立于2015年7月。其实比较年轻的城市基本都在新疆。刚刚我们说这个城镇有2万人，但是呢，其中90%以上是流动人口，常住人口呢可能还不到2000人。现在已经来到这个镇子里面了，这就是彩门。我们在起点看到了，在这个中间看到了，不知道那个结尾有没有你看上面写的征战死亡之海，没有荒凉的人生，只有荒凉的沙漠。他们石油工人就是在这个死亡之海里面征战，因为要弄石油要开采，就有很多石油工人。那么这个小镇呢，在这里生活的人大部分呢可能就是流动的石油工人以及一些货车司机。一来到这个小镇，我就看到了很多石油工人，还有很多自驾的人。你看前方那个就是一个旅行团的，因为旅行团他们走沙漠嘛，能够直接从那个民丰和田这些去那个轮台、库尔勒等等这些。货车是一趟接着一趟，很多穿行在这个沙漠公路的司机都会来这里停留一下，休息一下，就跟我一样。我昨天晚上呢，还是在这个且中镇住了1晚上。这边的房屋也不多，我看了一下，宾馆就2家，然后吃的可能占多数有新疆美食，然后还有一些川菜、饺子馆。他这边的新疆餐厅就是那个拌面嘛，大盘鸡等等。我吃了一个拌面，25块钱，这是第一次吃新疆的拌面了。这个拌面跟南方还是有点区别的。他这边的拌面说起来，其实就是跟我们在南方吃的快餐一样的，一碗面，然后1碗菜。这里还有川菜的餐厅。你不管走到全国哪个地方川菜的餐厅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有时候确实很佩服四川的人走到全国各地，新疆、西藏，反正再偏僻的地方都有这种川菜馆。这边的物价还可以在新疆很多地方的拌面其实价格都差不多，然后这边的水饮料可能就稍微贵一点点，因为毕竟这个是从外地运到沙漠里面还能接受。可能它这里的物价感觉比很多那些旅游城市、旅游县城都还优惠一点点。过去一点呢，这边还在新建一些房屋，那可能是现在自驾旅游的人多，他们很多人穿越这个沙漠，就跟我一样，
可能会打造一些宾馆啊等等。然后过去一点的呢，就是修车的地方，因为这里车辆特别多啊，所以修车的也有好几家。那么为什么会在沙漠中新建一个城市呢？这就和这里的特殊环境有关。以前在人们认知的范围内，沙漠是寸草不生的，里面没有任何价值。但是恰恰相反，这片沙漠里面却有着很宝贵的财富。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有不少的工作人员前往沙漠进行考察，发现沙漠之下其实有着丰富无比的石油资源和水资源。就跟我们在甘肃看到的那个玉门、老城，还有青海的冷湖，他们以前呢都是有丰富的石油资源。那么如此一来，有水的地方就有树木，有生命，于是死亡之海这个古老的传说和外号呢就这样不攻而破。这片沙漠里面不再是人们印象中的生命禁区，因为有城镇有公路，这个就称不上了。这个特殊的沙漠小镇最初呢就是因为方便开采石油资源而建立的。在当时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石油后，于是就准备开采，大批的工作人员就进入沙漠，其中的塔中镇就是当时石油公司的办公地点。另外呢，我们自驾的沙漠公路，它早期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方便沙漠中的石油运送出去。后面随着时代经济各方面的发展，更多的沙漠公路建设好了，使得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的城市联系也更密切。因为没有这个沙漠公路的话，从南到北要绕上千公里，而有了这个沙漠公路，基本上节省了一半。那么有了沙漠公路，就跟我们有了高速一样，动辄都是几百公里，特别是这个沙漠公路基本是400到500公里之间，中间就需要补给站，需要服务区，塔中镇就由此诞生了。不过呢，这个塔中镇人员呢基本上是流动人员。这流动性的人主要是什么呢？过往的，还有呢就是这个地方采集的石油工人、探险者和旅客。所以说这个沙漠小镇非常重要，不仅它是中国最大沙漠中唯一的城市，周围300公里都被沙漠覆盖，最重要的是让大家在通行沙漠公路当中有一个临时落脚点、补给点、露营点。我就是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晚上，我体验了沙漠公路，又看到了沙漠中唯一的城市。现在呢，我就准备去沙漠里面徒步一小段。这是我进入沙漠公路的第2天，因为这个地方全长500多公里，一天是赶不到的。早上收拾好就继续出发，然后离开小镇大概10多公里啊，我就走进沙漠。今天呢，就来这个沙漠里面走一走，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接触沙漠。以前呢看到过，但是这里呢比较特殊，在里面走一走呢是非常有意义的。看看远处就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啊！我今天呢就一个人在沙漠里面走一走，但是肯定的话，我不会走很远，一定呢得能够看到公路旁的那个防护林呐，因为这样有个参照物。大家看一下，我一走，这个沙子就在流动了，你看，这个就在滑坡一样的，这就是流动沙漠啊！来，这就是我刚刚走的。现在看那个防护林看得很清晰。徒步这样的沙漠，不管你走多远，一定得把水带充足。还有呢，就不要走太远。你像我现在走沙漠，我可能就走一点，一直得看到这个防护林才行。如果防护林有一点模糊的话，就立马得往回走，因为再往里面走的话，就很容易迷路。那可能很多人会想，我进去的时候，这里不是有参照物吗？我一直记着，然后到了里面再出来，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个沙漠属于流动性沙漠。你可能现在看到这里有沙丘，等1-2个小时呢，这个沙丘就没有了，又变成其他的了，平的了。就像我们刚刚爬上这个坡一样的，那个沙子呢，你只要一踩，它就开始往下动了。这就是流动性沙漠的特点。你走到这个里面的话，没有参照物是很容易迷路的，因为一望无际。因为在这种沙漠里面很干，现在还是早晨10点钟，我走了100多米
现在其实就已经非常炎热、非常干了，走几步就要喝水。你迷路了，人本身就会紧张，那水的话你肯定带的不多。那么在这样的沙漠里面，特别是到了大中午的话，你没有水，很容易中暑，很容易晕倒。那么一旦缺水的话，这个就非常麻烦了。所以我们总的来说，走这样的沙漠，一定得注意安全，尽量的还是不要在里面走。因为我是自驾，我就在这个公路旁边这样走一走，能看到。而且现在是属于上午，这两天天气也还好，不是太炎热，所以说问题就不大。千万不要那个大中午或者下午3、4点钟走这样的沙漠啊！看看真的是一望无际啊，对焦都不太好对，因为都是一样的。那有高有低，然后呢，还有像山谷一样，这些呢都是风吹出来的。如果说大风的话，这里呢还会有那个风沙起来。所以我昨天问那个水警房的工作人员，他说这里基本上每天都有沙尘暴，而且呢基本是下午刮大风就随时随地了。昨天晚上露营的时候也是能够听到很大的风的。早上起来啊，车里面全是那种沙子，你把车门窗户关好都没用，都容易进沙。这个地方挺好玩的，你看这个是不是像我们说水面的波浪一样的吹过去，上面也是如此。然后这里呢就像一道道的山梁，而且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我们现在站在地面这里看这个颜色呢是跟河沙一样的，但是看远处有点不一样。这个沙子漂亮，跟我们在下面看到的完全不一样。你看，只要脚一踩，它这里就开始流下来了，而且很有层次感的。你看，我现在是能看到防护林的，我已经坐下来了，坐在这里，感觉人还会缓慢的下降，因为这个沙子它一直在往下慢慢的流。大家看一下，这就是细沙。这种沙很细，基本是没什么用的。有些人可能讲，你可以把这些沙子建房子，没用的，这种不行啊。继续爬上去，真是一层一层的。你看，我走过去一点，它一排都开始动了。哎呦，好难爬呀！这沙漠还有一点这种植物在这里呢，真的是很难得。越往里面走，可能是真的什么都没有。因为我们现在这里也看得到，除了沙子就是沙子。在沙漠里面无意中发现有好多这种小孔，大家看到这种地方啊，尽量远离，因为沙漠中的事情啊谁都说不清楚。特别我们看一些视频啊，沙漠里面有一些蚂蚁，有一些动物，这个感觉有点恐怖了，我们就要离开这里。走到这里我有点吓一跳，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走了多远，外面的防护林有点看不到了。还好刚刚进来的脚印还能看得到，我现在得马上出去了，要不然真的迷路就麻烦了。这是我刚才走的，有一些痕迹还能看得很明显，有一些已经衰落了一点了。反正我走在这个里面有点感受，就是累，很累，非常累，都感觉有点走不动。从小就听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这一次呢终于见识到了，不光看见了沙漠，还穿行在沙漠公路当中，也看到了沙漠中唯一的小镇。通过沙漠公路、沙漠城市，也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厉害。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